漂亮！ KO， 他是中国太极拳的领军人物，是太极拳大师王占军的关门大弟子。他将太极拳和自由搏击强力地融合到了一起，把太极拳带到了国际擂台，四两拨千斤，以柔克刚，击败了无数来中国踢馆的老外。华丽的腿法，凶狠的出招，经常看呆现场裁判以及台下老外。他就是太极拳传人韩飞龙。然而偏偏有嚣张的老外不信邪，前来中国挑战韩飞龙。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太极拳，更别提什么以柔克刚。下个星期吧，我去中国，最多2分钟将他们打死。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对局，没有错啊，又是一场暴打老美的精彩比赛。好，我们看一下，首先出场的白袍小将，他便是我们的中国太极拳实战第一人韩飞龙。好，韩飞龙师承我们中国的太极拳大师王占军啊，这是王占军的关门大弟子。好，我们看比赛还没开始，韩飞龙已经是在擂台上打起了太极拳。看着身段啊，看着气势，绝对他是一个高手。好，那韩飞龙呢，无论是在我们中国武术还是在我们中国的自由搏击上，他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为什么？因为他把我们的中国武术太极拳和自由搏击以及散打融合到了一起，也形成了他一个个人啊比较独特的一个打法啊，一般人还真学不来，哈哈。因为你想学他的话，首先啊你得有一个太极拳的功底，所以说想做韩飞龙的徒弟啊，那难度系数是非常大的。而且据说韩飞龙呢，现在他也仅有2个弟子啊，所以说是个收徒啊，很苛刻。好，本场比赛的举办地点正在我们中国的宾川啊，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葡萄之乡。好，没有错，比赛马上开始了，让我们看一下双方选手本场比赛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好，我们仔细看，红色拳套，白色长裤啊，非常的潇洒，他便是我们中国小将韩飞龙。而蓝方选手呢，则是赛前猖獗至极啊，扬言说这个2分钟啊就可以打死我们中国选手，而且蔑视中国武术的美国拳王索德里格斯。对方还称不上是拳王，但的确是冠军啊，美国的踢拳冠军。好，漂亮飞机，看一下时隔1年再次重回擂台的韩飞龙啊，他的武艺是精进了还是退步了？据说这1年韩飞龙是闭关修炼。好漂亮，双方的换拳，前手的平勾有打中，漂亮，击腿后的涮摔，这一下的话也是韩飞龙的经典招式。好，连续的后退，韩飞龙，哎呦，连续后退后的一个舍身踢啊，这都是韩飞龙他比较擅长的一些这个经典啊，属于他个人的招式。实际上现在一说起太极拳呢，很多人啊第一想到的都是韩飞龙啊，他已经成为了太极拳的标签啊，像张三丰一样，好漂亮，哎呦，漂亮！这个我们看对方明显是有点晃，这一脚感觉是挂到了脖子上。哦呦，漂亮！又一次，本场比赛的第2次击倒。韩飞龙今天的状态的确是不错。而且我们看韩飞龙他的步伐也很轻盈，很飘逸，对于距离上的把控很精准。因为他比较擅长腿法，所以说把这个距离一般来讲呢，会控制到相对来讲比较远的一个距离。好，发生了意外情况，韩飞龙刚刚是不小心啊踢到了对方的这个裤裆上，这一脚肯定不是故意的啊。看对方痛苦的表情，这一脚应该是挺狠的。哦呦，我们看对方啊，模仿韩飞龙啊来了一个舍身踢，这也属于小巫见大巫了啊，班门弄斧。
这场比赛也很难得，韩飞龙在身形上，我们从侧面上看的话是有优势，比对方明显是要壮很多。这对方造成的冲击力啊也是不小，好漂亮！又一次，哦呦，超近距离的高鞭腿。好，我们看对方，这一下的话也是有点站不太稳了。实际上在韩飞龙之前呢，有非常多的人质疑说太极拳的实战能力是不是太弱了啊？好漂亮！刚刚是一个凌空的飞踢，哇，又来了！今天韩飞龙把所有他会的啊和出名的招式，新的老的一股脑全用了出来。看来韩飞龙他闭关修炼1年，这个成果还是非常不错。好，这里让我们看一下双方比赛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的对局。我们看韩飞龙今天穿的这个裤子啊，这个布料也是非常的飘逸，那么这也是能让韩飞龙的腿法跟武艺啊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啊，看起来更加的潇洒。好，双方的话，不好意思，哦呦，这个招式很厉害了，虽然说没有成功，但是一旦成功的话，韩飞龙刚刚这一脚的话会直接撂倒对方。我们看一旦到了近距离，韩飞龙的话也不选择出拳啊，对方的这个美国选手啊，他很喜欢模仿韩飞龙的舍身踢。应该有很多观众朋友并不是很清楚啊，韩飞龙在打本场比赛之前呢，他打过的选手啊，大部分来讲都很高很壮，以前还打过这个美国特种兵和波兰巨兽。长得都很高壮，所以说今天打一个和自己身高差不多的选手啊，我相信对于韩飞龙来讲呢是很轻松的。好，皮挂腿，韩飞龙的腿法真的是玩出了花样。将来如果在体育类目上，如果有一个项目叫做腿击比赛，我相信韩飞龙绝对能拿冠军啊。我们看到了近距离之后，韩飞龙也是几乎不和对方去拼拳，把更多的体能和注意力啊还是放到自己腿法上。而且我们看韩飞龙今天他的防守上做的也是非常的紧密，对方很难去打穿。什么情况？给到裁判还打了一拳，而且我们看对方的牙套啊都被打飞出来了。好，看来韩飞龙今天是谁的面子都不给，不只是对方的面子我们不给啊，连裁判的面子我们也不给啊。好，你看对方的所有的重击呢打在韩飞龙的身上，都是没有效果。而且我们看对方现在的整个，哎呦，又一次。对方现在整个人，这个索德里格斯呢，明显是连站都站不太稳了。那么说他是一只软脚虾，完全不过分。好，又一次重击打翻。我们看，再一次把这个嚣张的美国选手再一次打趴了擂台上。我们看还有机会，在最后的时间，韩飞龙如果能再一次完成击倒的话，那么这个比赛我们看，裁判终止了对局。对方险些被韩飞龙打飞出了擂台啊，观众朋友们。好，韩飞龙时隔1年再次重回擂台，他的状态依旧是不减啊，比当年感觉还要厉害了。好，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恭喜这位太极拳的传人、太极拳的大弟子韩飞龙战胜了对手。我们看，韩飞龙在擂台上又摆出了自己招牌的姿势啊，打起了太极拳。好，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注意看，美国擂台发生了一起人人都不想看到的擂台血案。美国400年大力士被中国巨人一拳爆头，打断脖颈。赛事方第一时间将其绑上担架，当场抬走抢救，不料赛后却抢救失败，没有救活。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重磅级拳王大战。好，眼前的小胖子400多斤啊，就是美国选手兰斯。好，再看一下眼前这个好像一棵参天大树的选手，便是中国的巨人拳王董建军，人送外号泰山。虽然说董建军长得很高，但是眼前的这个小胖子兰斯并没有瞧得起我们，而且这个家伙还表说呀，无论中国选手长得有多高，都是 A 揍的货，欠揍的货。还表示本场比赛打完之后会把董建军
安葬在美国。好，观众朋友们，这哥们儿要把董建军打死啊！好，比赛马上开始，这是一场无差别的对局，双方的身高和体重呢都不成正比。我们在身高上有优势，但是体型上体重上应该是对方更胖一些。但是我觉得打这个重磅级比赛啊，100公斤以上，那更高还是优势会更大一些，因为我们的视野更好啊，我们打击的范围和距离也会更远。好，这里废话少说，比赛已经开始，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眨眼，因为本场比赛绝对精彩。First time on TV, he is 5-8 with 2 draws, 3 KOs in his career. Work out there, guys. Work out. Wrestling coach. Work out. That you were there for his last fight where he was getting tagged early in the fight. And he was nailed with big overhand rights in the opening round of his last fight, and I think he was rocked by one of them. It took him about maybe towards the end of the second round, maybe the midway through the third round for him to really find his rhythm, get his jab going, and finally impose that impressive physique. 我们看比赛开始，董建军凭借身高和臂展上的优势，打的这个兰斯啊，只能不断的摇闪，只能是不断的躲闪。而且这个兰斯啊，他要比我们矮上半头之多。Deceptively quick, I would say. He doesn't lack confidence. 对方目前是不敢反击，哎呦，还真敢打呀！ Tonight alive. Just go to 董建军在一开局的进攻上啊，这个路线还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有身高上的优势啊，要打得凶狠一点， during the fight. 千万不能让对方啊打入到内围。 Personality in this morning's fighting meeting said he was not impressed with the giant. 要知道，董建军是要比张志磊啊还要高上很多的，也算是张志磊的师兄了。 Defensive holes that he says he saw by looking at some of Tyshawn's previous pro bouts. Grouch is a wrestling coach at Hannibal Grange University, played college football at Silver Stockton in that area. He's just a small town kid, didn't really care much for California Or Las Vegas. or Las Vegas. He did fight Deontay. Take a step back. Dominic Brazil. 这个兰斯有点顶不住了，已经开始频繁的搂抱。哦，可以看到是受不了了，因为吃到董建军的拳啊，就算是防守吃到，这也是吃不消。 And he's coming off some inactivity. He actually broke his leg in a semi-pro football Yeah, he's all over the place. football game. So he sat out about a year. Tyshawn mentioned of working with Buddy McGirt. McGirt understanding, explaining it's a project. Because Tyshawn started boxing literally a year ago. 好，最后的30秒钟， Fight. 董建军，哎呦，什么情况？窒息结束了。我们看这个兰斯，这个美国选手已经是躺到了地上，已经上了这个脖子的护具。啊，没有猜错的话，脖子被打断了，因为他现在脖子不能动。但是他400多斤啊，一会儿抬走，这也是个麻烦。好，上担架了，直接抬走。我的妈呀！董建军这一拳看来要打出事儿了，要打出命案了。我们看五花大绑，把这个兰斯啊绑成了一个大闸蟹啊，直接抬走去抢救。好，后手的摆拳。好，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因为接下来的这场对局才是董建军的成名之战。那么这一次依旧是在美国，不过对手实力可就不一般了。好，他就是眼前的美国黑金刚，人送外号野兽的鲍勃·萨普。此人的实力相当之恐怖，徒手就可以捏爆一个完整的苹果。一个平底锅在他的面前就像一块面饼一样，轻轻一捏立马变形。就算是钛合金锅底在他面前也是不堪一击。好，所以说这个鲍勃萨普的实力呢，你也看到了，的确是非常的强劲。好，两个人都是野兽啊，一个是泰山啊，一个是野兽。但不过我更相信是泰山压顶。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我们看，这个鲍勃萨普
哦，这个怎么躺在地上，好痛苦啊，非常痛苦。吃到董建军的拳啊，没有办法不痛苦，的确是很疼啊。好，这场比赛让我们恭喜董建军，仅用时不到1分啊，应该是1分钟不到啊，只 KO 了这个美国野兽巴尔博萨普。董建军的拳啊，打的的确是非常的重啊。好，观众朋友们，正所谓人红是非多，那么在董建军成名之后，但是来了非常多的挑战者，想要借着董建军的肩膀登上世界之巅。好，比赛开始了，看一下白色拳套董建军，黑色拳套啊，便是来自于伊朗的拳王阿卡巴尔。这场比赛跟以往不同，我们看这个阿卡巴尔的进攻打得非常凶。虽然说身高不占优势，但是这个家伙知道啊，打外围肯定输，所以说一上来呢就猛冲内围，想要和董建军啊来拼拳。想打中国的泰山一个措手不及，但泰山真的是身高体壮啊，所以他面对对方那种局部战场的进攻，应该说还是有足够的抵御力的。马立敏自己速度太快，都丢失了重心。要知道泰山目前是中国搏击界身材最高的2.06。泰山压顶，泰山压顶喽！泰山刚才是抓住了机会，利用对方出拳之后紧跟着一次反击，单拳就将对手撂在地上，对手摇摇晃晃。卡米恩再给他独他示意还可以继续比赛。好，观众朋友们，这个阿卡巴尔的确很顽强啊，吃到董建军这么重一拳，竟然还没有投降的意思，还要打。这个比赛可以直接结束了。泰山，对。好，观众朋友们，那这场比赛董建军也是用时又是不到1分钟啊，不到1回合啊，轻松拿下了这个伊朗拳王，非常精彩。好，本期的视频精不精彩，好不好看？如果你喜欢的话，请对着屏幕不要忘记怼咕点2下。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하지만은 주먹을 명중시키고 카림의 머리가 통째로 꺾여 날아갈 뻔한 위험한 상황에서 심판이 这么多的观众为我加油，真的，我作为一个家乡人，我特别的自豪，而且特别为我们家乡骄傲，特别感谢你们。这是一场复仇之战，也是杨建平下手最狠的一场比赛。杨建平毫不手软，疯狂怒摔韩国名将，只因为在此之前，韩国选手金立硕手段太残忍，比赛中将中国选手严希波残忍地掰断了手臂。然而获胜后的金立硕见中国选手痛苦万分，竟然还一脸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中华猛虎杨建平看到这一幕，立马冲上擂台为同门师兄弟打抱不平。然而对手却当众怒推杨建平，完全没有把杨建平放在眼里。然而面对韩国选手的嚣张挑衅，杨建平丝毫不惧。还当众向金立硕下了生死挑战书，既分高低，也决生死。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韩对局。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镜头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他便是韩国名将金立硕。好，这家伙长得好像是个泡菜坛子，观众朋友们，尤其是他的脑型啊，这完全就是个泡菜坛子。好，这个金立硕非常的恶心，在上一场比赛呢，手段极其的残忍，将我们中国选手严希波，观众朋友们啊，活生生的掰断了手臂。然而这个小子啊，非但没有任何同情心，而且还当众得意洋洋笑了起来，嬉皮笑脸的表示中国人的胳膊像筷子一样脆弱，不经打。这一番嚣张的言论和嚣张的态度引起了我们中方选手中华虎杨建平的不满。好，没有错，眼前这台出场的选手便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中华虎杨建平。我们都知道杨建平打日本人打小鬼子非常的厉害，但观众朋友们，杨建平打起韩国人，打起这个泡菜选手那也是极为拿手的。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有一个特别之处，因为本场比赛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而是一场签下了生死合同、签下了生死状的生死之战。杨建平主动申请跟对方签下这个生死挑战书，既分高低，也决生死，打死不偿命，打死不负责。和这个古代比武呢差不多，只不过这场比赛呢并不是点到为止，而是打到废、打到服为止。好，注意看两位选手一上来，完全没有试探，尤其是杨建平。我们仔细看红色短裤，红方选手杨建平，人送外号中华虎。我看杨建平比赛开始火气，这个火气是非常的大。
好，仔细看，处于上位的便是杨建平，现在处于下位的便是韩国选手金立硕。这个金立硕在韩国非常的出名，可谓是家喻户晓。但是观众朋友们，归根结底，只能说这个韩国呀太小了，这个屁大点的地方，稍微一出名啊，就全知道了。如果你在韩国一晚上腌了10坛泡菜啊，第二天都有可能上新闻啊，这个新闻会报道说啊，你腌了10坛国宝，因为这个泡菜我都知道啊，是韩国人的这个宝贝。好，我们看两位选手现在的战况呢是非常的焦灼。虽然说杨建平拿到了一个上身位，但是他能做的事情非常的少啊。对方的话是一个老树盘根啊。而且我们注意看，杨建平捂住了脸，这并不是害羞，而是怕对方啊把他帅气的脸庞打坏。因为这个杨建平的确啊长得非常的帅气。好漂亮，杨建平逆时针的一个旋转。这里我们注意看旱地拔葱，哎呦，旱地拔葱又来一下。杨建平，观众朋友们，他的这个臂力呀太恐怖了。好，注意看这个金立硕赖到了地上，又耍起了韩国人专属的这个无赖打法。可以说有90%以上的韩国选手，观众朋友们啊，都是这副德行。哎，注意看，哎呦，这个家伙还展开双臂挑衅我们。好漂亮哦！这个地扫非常的重。那目前来看，在战力水平上来讲呢，杨建平啊明显还是要更胜一筹。因为这个杨建平呢本身啊，他也是我们国家拳击队出身的。包括我们看杨建平的走位，他的脚下步伐都是非常的灵动。现在杨建平就是凭借这个灵活的优势啊，进进突出，哎，漂亮，过肩摔！我的天哪，杨建平这个出其不意的打法，观众朋友们确实太令人兴奋了。当然不得不讲，这个韩国棒子很抗揍啊，不会是棒子。看来这个棒子不是空心儿了啊，可能是实心儿的。我们注意看这个韩国选手金立硕的双手呢放得非常的低，这是种非常不尊重对手的一个表现。哎呦，漂亮！这个偷袭速度啊太快了。哎，又来了，观众朋友们又来了。哎呦，这么喜欢我们中国的这个地板吗？如果你很喜欢睡觉，一会儿让杨建平满足你。现场的裁判并不是很给力啊，这个时候应该叫停的啊，理论讲应该叫停。因为双方啊，我们注意看没有太多的一个动作，对方呢就是耍无赖，而杨建平呢也不想打地面。第一回合马上要结束了，但是看这个韩国选手啊，依旧是没有起来的意思。赶紧联系一个这个抓狗的、收狗的，给这个韩国选手给他抓走啊！好，观众朋友，比赛第一回合结束，非常的解气，但同时啊也有一点生气，因为这个韩国选手啊太无赖了，打得非常的恶心，非常的卑鄙。好，双方的比赛进入到第二回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两个人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好，注意看红方选手红色短裤杨建平，中华虎。
蓝方选手白色短裤就是上一场比赛啊掰断我们中方选手手臂的韩国选手金立硕，他是一个韩国名将，非常的出名。好漂亮，这个侧踹非常标准。再来，这是我们中国散打里面的招式。这个金立硕他的这个站立水平看起来非常的愣，感觉他就像是一个这个大脑发育不健全的人，这个肢体啊都很生硬，感觉是有点像脑瘫啊，像中风了一样。哎呦，我们看杨建平打得非常灵活，很聪明。啊，这个金立硕呢想反击啊，但是呢找不着突破口，主要打不着，因为杨建平这个撤退速度太快。哦，漂亮，掏单腿，这个时机抓得太准了，太准了！对方出腿的一瞬间啊，被这个杨建平啊抓住了这个机会。好，看一下，现在属于上位的便是杨建平，下位的便是韩国选手金立硕。杨建平一定要小心对方的一些锁技，因为上一场比赛呢，这个我们中方选手严希波啊，就是上身位的优势位，然而被对方啊抓住了这个掰手臂的机会。好漂亮！哎呦，又一次！杨建平这个抓时机的能力和反应速度太快了，而这个韩国选手这个动作慢，速度慢。我敢打赌，观众朋友们啊，这个家伙绝对是这个泡菜吃多了，这个脑子吃的不好使了。这场比赛，杨建平让这个韩国选手呢打得非常难受。这个金立硕很想来拼拳或者来拼一拼，但杨建平啊撤退速度太快了。我们打完就走，也是发扬起我们的这个游击战的精髓。第二回合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目前来看，杨建平呢还是有优势啊。这场比赛杨建平呢之所以要和对方啊签下生死挑战书，正是因为这个上一场比赛受伤的这个人啊是杨建平的师弟啊，同门的师弟严希波。那当然严希波也很厉害啊，那曾经有一场比赛12秒 KO 这个日本选手。这场比赛杨建平也算是出头。好，看一下双方的龙边对局。这场比赛实际上无论怎么看啊，感觉这个韩国选手的体型，我觉得都是要大于杨建平的。这场比赛可能是跨量级挑战的。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回合了，双方也是直接开打。第二个回合，两人保存了很好的体能，所以说到了这个回合，我们可以看到战力上明显打得更凶了。
而且这个金立硕很着急，我们能直观的感觉到这个金立硕是有些这个慌了啊，着急了。好漂亮，单腿进入到地面。这一回合注定是本场比赛的高潮点。好的，杨建平再次拿到上位。这个杨建平这个把对方拖到地面的招式可真多呀，还有10000种方法让对方进入到地面。而你看这个韩国选手他又来了，又躺在这块儿。我觉得实在不行我们就踹他的裤裆吧。虽然说不讲武德，但是观众朋友们，对待流氓你就必须得用流氓的方式。所以你看对方就像这个爸爸不给孩子买玩具啊，这个儿子躺在地上哭。当然我们是爸爸，对方是儿子。好，双方又一次地面对局。本场比赛双方所有的这个地面战杨建平都是拿到上身位的优势位。所以说本场比赛无论是打分还是说按照压制时间来算杨建平呢都是有优势的。好，又一次没劲儿了。双方的体能现在都是有着明显的一个下滑，不只是韩国选手，杨建平也是。要小心，两位选手。哎呦，这个裁判多亏是比较及时。这是本场比赛裁判唯一的一次作用拽了一下绳子。的确是没劲儿了。这个金立说，我们看双手都已经是没有力气在拿高了。但是他的意志力很顽强，依旧是追逐着杨建平。但是我们看杨建平依旧是很灵活。双手呢这个站姿抱架都是没有松懈。好的，再一次。哎呦，这个金立硕我估计回去之后就苦练摔跤了，防不住，根本防不住。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了，一场长达15分钟的中韩对局。15分钟，双方打的的确是非常的精彩，但是无论怎么看，我相信懂拳和不懂拳都能看得出来，杨建平的这个优势很明显。不止一次把对方按到地上，而且呢还有多次大力砸摔。包括在战力上，我们的拳打得更准分数也会更高。好，让我们恭喜杨建平本场比赛也是为自己的同门师兄弟杨希言希波报仇雪恨了非常精彩，让我们再次恭喜，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